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个《三国战记2012》战神无双天王难度版本的一个诸葛亮一命通关（括弧无伤啊，无伤挑战啊）。这个无伤挑战呢，这个跟无伤啊，大家伙儿知道有什么关系没有？无伤挑战就是，哎呀，我要无伤啊，那个。真正的无伤是，哎呀，我已经无伤了啊，所以说咱们这是一个无双挑战的一个这个不对，无伤啊，无伤就是没有受伤啊，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了啊？好，可以看到现在咱们操作者呢是一个叫做南岳农民工的一个，哎呀，这个名字，南岳农民工，这个这么说吧啊，他这个岳呀是岳。就是那个咱们广东那个粤啊，不是越南那个粤啊，那个南粤就是南边的那个，就广东之南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南粤农民工，农民工的意思大家伙都了解啊，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本身在家务农，但是现在呢不给家种地，然后跑到这个大城市来打工打工，然后呢想要给自己的家庭呢挣点外快，然后呢这个为社会主义和谐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然后呢收入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干的活比大家伙还累，你看就是这么伟大，但就这么伟大的人呢，还居然给咱们做这个无伤的视频啊，我也是醉了啊，真的是无敌的。咱们这个无伤啊，跟大家伙讲一下，其实诸葛亮和赵云变为啥不是变马超呢？这个战神无双版本啊，它就是这么设定的。如果说是这个诸葛亮的话呢，他有一个赖招，就是本身这个人无双啊，这个无双必杀啊，特别的恶心。而这个赵云呢，其实无双必杀也挺厉害的，不过赵云的无双必杀呢没有诸葛亮稳嘛，因为诸葛亮的话，他带那个属性剑的话，就有一个特效。这个特效呢，就是比如说打某个 boss 的时候，比如说打吕布，你用火箭啊，就是打人非常疼，对吧？你懂吧所以说这个诸葛亮就是伤害比较爆棚。然后呢，如果要是用这个赵云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赵云的话呢，它本身拳脚炮也特别厉害，然后再加上呢它的这个爆气了之后呢，利用自己的这个上下跳可以练出这个元神出鞘，就是白龙马那个元神出鞘，不仅打分多啊，就跟诸葛亮的爆气之后呢练那个雷霆万钧一样，打分多也意味着升级快啊！就这招啊，这招呢，你看以万分数往上加啊，这个非常赖的操作方式呢，就是上下跳。这样的话呢，你只要迅速的升到了20来级，就不用考虑到你升级的问题了。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升24级，对吧？然后你一升级，结果 BOSS 过来打你一下，你这个无伤立马就没有了，对吧？那就憋屈了。你会发现，你瞬间就会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圈内幕啊，就这个事儿，你就上来就是一个尿遁。我们看一下，这吕蒙上来就被尿了，刚洗的衣服，好的，利用升级，还弹起来一下。A 一下挑起来，追地，然后看不看一下，利用这个追地，他打了一个这个特效，这人是个高手啊。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农民工，但是呢还没啥事儿呢，玩游戏。Do you like 玩游戏啊？游戏玩的不错啊，他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版本虽然说不像大家伙想象说，有本事他玩正版的119天王，有本事玩什么风云再起天王，然后打那刷分啊，打什么的啊。术业有专攻，我觉得这种版本呢，就像传奇私服一样，虽然说很多人喜欢玩 1.70 金币版的，有很多人想玩 1.76 那个，对吧？赤月版的，有人喜欢玩这个 1.80， 对吧？开天终极版的，对不对？还有人喜欢玩微变、中变合击、单职业，是吧？变态私服，一上来就65535滴血那种，对不对？那很正常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版本呢是应该属于这个中变应该属于中变。这个版本呢其实挺难的啊，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如果你不会玩的话，你会让这个 boss 让这些人给你打的脑瓜嗡嗡的。可能你们现在觉得好赖啊，当你一玩你就知道去你妈的啊。如果你要是不看他们怎么练啊，你可能会，如果你是高手，你最起码得学个2-3天。如果说你是菜鸟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练好几个星期。好，可以看到这个大无双逼，我操，这个应该咱们说用这个黄忠之剑这招其实呢并不猥琐咱们之前可以用，比如说用赵云的话，
咱们玩无双版，我记得可以用这个黄忠之剑啊，变成这个神赵云，就非常的恶心啊，一个黑色的赵云。但是这里面咱们看这个大无双，我操，这个大无双有点过分了啊！无伤打法和近血打法都不是主动吃血的，然后你们你们是不是想说，哎呀，那个强迫症啊，我看他不吃血，有血不吃，内心非常的难受啊。有没有那种强迫症的？就是看不惯，就是我就不行了，我就是想，就是他你能不能，对吧？你把血吃了，就你打无伤我能理解，对吧？你无伤不就是不挨干吗？对不对？不练血杀呗，对不对？对吧？你无伤嘛，对不对？那你吃血呀，你吃血又不阻碍你无伤，你这看着就闹挺，对吧？你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吧，也多多少少的，有的时候我也有强迫症的啊。看见没满血就是受伤了，不要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强迫症。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你们知道啊，就马路上不有那种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那种嘛，对吧？比如说人行道上，对吧？人行道上肯定是有那个贴的那个地砖，那个地砖啊，就是你得给地砖上走啊，对吧？你不能到大马路上走啊，所以说我在那个大马路上走啊，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是一个对吧？五讲四美的三好学生，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是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我走这个上面。但是走上面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啊，我一步迈一个格呢，就有点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啊，一点一点往前走，那不行啊，小姑娘也没有那么走的，那太小了。我一步走2个格呢也不行，还是小。我走3个格呢正好，但是呢偏大了一点。你会发现啊，我一步3格啊，我走个10来步，我就点跨一步，你知道吗？就有点容易扯到蛋，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好，看一下，急在这里打上，看又是刚才那个无双。呼风唤雨，死了，漂亮！这诸葛亮躺在地下，感觉一个后入式啊，直接秒掉了这个 boss， 那个 boss 卡住了，肯定厉害啊！这就是我说的，我感觉就是踩啊，我一步3格，我走几步就容易扯到蛋，我就懵了，你知道吧？我就没招了，贼嘚儿。怎么切换赵云或诸葛？你看一下出招表就行啊。这个你这么一说，还给我问眼着了。我们看一下啊。诸葛亮是跳上 A， 就变成赵云，赵云呢变成诸葛亮啊，这是神赵云。看一下啊，赵云变诸葛亮是哟。这么多赵云，3个赵云，变诸葛亮跳下前 A， 万箭穿心。一个是赵云变诸葛亮是万箭穿心啊，诸葛亮变赵云是跳下啊跳上 A 就变了。他敢把血吃，他肯定是不吃满，他们就是有这个，他就是这个玩法，就是故意不吃满的啊。赵云和诸葛亮关系那么好啊，你这话说的，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赵云跟诸葛亮为啥说关系好吗？因为在最开始就是荆州集团的，也没剩几个人了，对吧？你看啊，刘备那是顾名思义先祖，对吧？这不用多说了吧？然后呢，关羽二哥不用多说了吧？啊，二哥死的比赵操的爹还惨呢啊！让人头给割下来了，然后呢送到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送到那个曹操那儿去了。三弟啊，大家伙儿知道三弟大家伙儿都认识啊，三弟肉蒲团。这个三弟肉蒲团呢，也是他也被自己手底下人呢给抠了
对吧？也死了。所以你再往后看呢，马超也死了啊，对吧？不仅马超死了，马超的这个孩子啊，这个也不好使啊，也不像是张苞啊、什么关兴啥的，是不是？对不对？但这里面你会发现赵云没死，哎，你怎么说啊？就是赵云这个资格非常老啊，这个诸葛亮可以啊，对吧？跟赵云这个搞好关系，对不对？毕竟啊，跟先帝关系最好的几个人，赵云算一个。但是后来赵云失宠了啊，没办法。赵云的老婆是诸葛亮介绍的，诸葛亮这是什么都介绍啊，他啥都介绍。很多人其实在质疑啊，说赵云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啊？就是说这个小说里描写说赵云他这个官职，首先只有他敢这么跟这个，对吧？跟这个孙夫人啊，就是孙尚香。就他敢跟孙尚香对着干，三弟都不敢。你看三弟一上去就扫扫咋地啊？哎，赵云一上去，我管你是谁呢，把阿斗留下来，因为衣服扯坏了，对不对啊？马超怎么死的？马超就是病死的呀。马超对蜀汉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说，哎呀，马超一投降了，不受重用了。首先夺取西川就是马超啊，就是他尽到1/3的力量啊。当然呢，也没啥力量，就是逼着人投降了，人家一看绝望了，投降了。还有一点呢，马超还有个就是他一直在镇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巴蜀的这个西北部啊。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羌族啊，羌族后来啊，你看跟这个蜀汉的关系啊，有点不太明朗。羌族最恶心的事儿，你知道吧？就是非常反复啊，包括沙摩柯这个人啊，就是等等，就这些人嘛，你会发现他来的，他就是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有奶便是娘的感觉。但是有马超在，这个羌族一直都是，哎呀，不行了啊！这个马超啊，这个神威天将军啊，太厉害，打不过，投降了啊，归属了啊，牛逼啊，就这种感觉，跪舔。知道吧？神仙比。然后呢，这个马超呢，其实刘备是死在马超前面的啊，你知道吧？这个马超呢，他是那个什么，好的，又练这个，哇，我感觉真的这个无双必杀真的无敌了。你看这种人形怪啊，两个这个无双就死。咱们是为了打无伤的视频，所以说你看起身压制，但是他也练无双必杀，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应该是秒不掉的，秒不掉是肯定是秒不掉的。咱们再练一手，他铁死。好，还是要压起身，漂亮，这样的话就死了。呼风唤雨都能呼死啊，不用说别的了啊。庞统不死，刘备不能打西川，你这话说的，人家咱就不说别的，人家那个啥，人家那个诸葛亮对吧？他已经在草庐里面已经规划好了3分天下了，知道吧？你说，哎呀，那个兰儿，那个刘备咋地的，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人刘备，他不想打西川。很多人说，哎呀，他那个念着同族之情，他念个屁，他念个粑粑，他念啊，他只不过是啥呢？他只不过是没找到一个理由，对吧？你看那个新三国里写，虽然说写庞统写的很伟大啊，这时候主公有理由了。其实问题就在于哪呢？刘备吧，他一直都打着仁义的口号，而且他一直呢都是与曹操相反，曹操残暴屠城，我就一定要怎么地；曹操咋地，我就一定要反过来。只要他与曹操反着干，知道吧？只要他与曹操反着干，哎，他就能起来，知道吧？就干他，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刘备呢，当时呢，所以说他有点优柔寡断，他带庞统去没毛病，庞统给他出了3个主意，对吧？他不选好主意，他选中间的。其实我跟你们讲啊，那3个主意已经跟你说的很全面了，你就选这个。直接就是趁这个刘璋来一举拿下，而且千万不要扯什么，哎呀，给他抓起来关起来，你就直接给他杀了就完了。什么张任呐、什么的啊，什么刘璋啊，你直接给杀了，然后你就甩锅，对吧？你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那个大伙儿知道那个司马昭那个弑君的时候，对吧？
这个贾充给他出主意，对吧？贾充给他出主意，说他派这个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啥来着？一个廷内官啊，说白了啊，这个是一个御林军的感觉啊，他就直接把皇帝给杀了，对吧？要死的要活的，对吧？这贾充说啊，要死的，他上去就给皇帝整死了啊。结果呢，最后他被，对吧？他就是临时工啊，知道吧？昭告天下的时候，这小子弑君啊，我怎么可能杀皇帝啊，对吧？他可以找个理由，说，哎，是谁谁谁把这个刘璋给刺杀了啊，我深感悲痛，那么没办法，我就接过来吧啊，他可以这样的啊，对，是那个叫陈纪的。好了，他又连续的用放宝剑来放这个无双，这个张辽里面居然有一个曹操啊，这点是非常赖的啊。好了，我们看一下，暴气练就想要把这个张辽给秒掉。沙摩柯跟孟幽单挑谁厉害？那肯定是沙摩柯厉害。孟幽在演义里面啊，就看那个小说里面描写孟幽，他确实是锤子啊。好，我们看一下，直接躺过关，什么也不用吃。这个曹操挺赖的啊。而这个沙摩柯怎么说也是把这个谁给干死了，把这个甘宁，对吧？甘宁也是死在沙摩柯这个军事集团之下的啊。其实刘备呢，他一生当中有很多个错误走。虽然说他成就一番帝王之业啊，三分天下，但是呢，他有几个痛失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最开始他为了很多利益啊抛弃朋友，对吧？很多人都有过就为了利益抛弃一些重要的东西，刘备抛弃的太多了。比如说他抛弃了公孙瓒。好了，这个张辽干啥去了？参加奥运会去了。他抛弃了公孙瓒去舔这个袁绍，然后抛弃了袁绍去舔，对吧？去舔这个这些人啊，抛弃。首先一顿神抛弃，反正就是人家把他当兄弟，他把人当小弟啊，跟他永远的利益集团就是只要你面上把我当大哥啊，你只要把我当大哥，我就对你好。你要是把我当锤子，对吧？那我对你就不好。啊，什么叫锤子呢？就是咱俩是平起平坐的，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比我对吧？以后你得跪下叫声爷，对吧？就这种。最开始他想招这个吕布的时候，他也是想让吕布为己所用。后来他一看吕布身边有个陈宫，这并非善男信女啊，对吧？他就恨这个吕布了啊！当然本身啊，这个说句实在话，吕布这个人呢，也是挺皮的，真的啊。吕布呢，严格来讲，他其实他不是坏人。吕布呢，要论起反复无常来，他比刘备要好点，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刘备呢，你看他失去了哪几个特别好的机会？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其实早期的时候呢，他就有跟这个太史慈啊就交往的机会。很多人说太史慈不是吴国的吗？太史慈最开始啊跟国没关系，这个因为你们所谓的吴国无非就是这个，对吧？以孙坚为首啊，后来这个孙策打下的江山，孙坚是奠定的基业，孙策打下的江山啊，奠定了整个这个吴国的这个基础，然后孙权呢守住了之后呢并开拓的，对吧？这个没毛病吧啊？这个最开始呢，其实太史慈跟这个孙策啊，他俩并不是一伙的，对吧？这个都是朝廷的，但是呢，这个刘备啊跟他没搞好这个关系，没整好。对，我说的这个交往不是你们那个交往啊，你们老想搞基的事儿。他当时如果把太史慈搞定了，你也知道啊，这个得太史慈就相当于得了半个江东啊。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孙策说打江东。那个时候他跟这个太史慈两个人有一番鏖战，对吧？两个人说谁也干不过谁，但是据这个小说里描写啊，这个孙策还是赢了半手。这个在耐力上的孙策确实比这个太史慈要稍微的强那么一点点，也就见的啊，孙策是被人刺杀死的，而太史慈是病死的，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呢，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啊，公孙瓒呢，
这个他吧有点啥呢？很多人说他不帮公孙瓒，然后呢从公孙瓒那里还挖走了这个赵云，这些事儿吧其实都不是事儿。问题在于什么呢？啊，问题在于他不帮公孙瓒，而且反而还在背后踩了公孙瓒一脚啊！因为他舔袁绍的时候。对吧？他舔袁绍的时候，然后袁绍说那个什么啊？袁绍说这个我们这个北方啊怎么样啊？对吧？他就舔这个袁绍，然后呢他就跟袁绍说公孙瓒是怎么样一个为人，他手底下有谁啊？怎么样啊？就是老底儿都给掀了，这个太狠了啊！诸葛亮报仇了，这里杀关羽，孙策可以开船跑，孙策出个肉装不行吗？对吧？我看现在孙策都是出那个天赋啊，就是一个大雷，一技能过去，滋一下，然后一炸1、2、3，直接秒掉。或者说后期了，如果碰见那种就是稍微有点防装的，一个船过去也行，一个船过去然后再连招。刘备更狠的是，刚才有人说这个孔融是吧？包括那个王朗啊，王朗对吧？这王朗咱叫王朗也可以。这个你看啊，最开始那个，我操，这什么情况啊？黄忠，你不是在长沙吗？你怎么跑荆州来了？有点东西的啊！我操，这个黄忠，我尼玛，这个黄忠肯定变态的。诸葛亮都开始啊，咱们玩家开始放这个什么了？都开始放这个隐身衣玩了啊！好了，一个神来。神赵云，好，这个神赵云，你看啊，这个神赵云就是一变身之后，你看人形，很多人说为什么起身那个人形怪不反击？这个人形怪在这里面就是非常恶心，你用这个赵云的后前手啊，这招太变态了。起身的时候呢，人形怪呢第一时间它是不防的，也不练无敌招的。它就可以被你起身压制，但是你要用普通的1、2、3、4去压制啊，没有那么快，你就得用这种像赵云的这种后前手啊才可以。太狠啊！来这里办事刚欧你就来了。这个黄忠确实狠啊，但是打不打得过，我个人觉得不要紧。问题在于只要他倒地了，对吧？只要他倒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无名小卒。好，我们看看，现在大概是这种情况啊，一上来就是这种小宝，小 boss 啊，小宝正常。我看那个，你看刚才咱们在说刘备啊，其实刘备这个人啊，挺悲哀的。因为你们如果看过小说的话，我实话实说，我没有看过原版小说，我看的都是白话的，就是。比较捞啊，比较 low， 就是啥意思？白话呢，就是大白话嘛，就是这种说白了，这个让你能看得懂的啊。虽然说也是原著，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可能有时候你像这种翻译啊，可能就是它不如那种就是古文那种意境。如果说你能听懂、能看懂啊，古文它有的时候吧，它就用词吧，它就可能你翻译过来吧，它就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然后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讲这个刘备，我每次看这个作者他要表明，其实刘备他根本就没有想要一统天下的感觉。刘备一旦啊，你会发现他拿到汉中之后，他就没有再进图中原的欲望。很多人说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吧，其实严格来讲他是有这个能力的。3分天下有其一，这里面很多人说论地盘大啊，论地盘大肯定是这个江东比较大，对吧？他管的非常的多，但是呢，他可利用资源呢就是很少，他没有这个，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发嘛，有很多，因为大伙都知道，最开始你从汉朝开始算。对吧？汉朝之前有一个楚国，对吧？那楚国，对吧？那管的，你看那楚国很大，是不是？但是，对吧？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就少啊，人烟稀少啊，大也没有用。然后呢，你看这个北方，你看这个曹操啊，这个势力啊，不仅大，而且还全都是富饶的地方啊。这个甭管是军事实力啊，还是说经济啊什么的，都非常强。有人说那刘备有啥呀？刘备，我跟你讲，你很多人说刘备地方小是地方小。首先，很多人说，哎呀，西川沃野千里，啊，千里也不见得有多大啊。但是西川呢，
有个好处啊，就确实是啊，修身养息挺好。但是呢，你想要进途中原，你会发现你这个路途啊有问题。很多人说打仗就是大伙儿都打仗就是打钱吧，对吧？你打仗就打钱，你没有钱。很多人说那钱用来干什么呢？当然肯定是买兵、买马、买粮食啊，对不对？那你怎么，甚至有的时候你还要反间计，你还要，对吧？买通敌方的这个啊办事员，想要来一个，对吧？来一个金蝉脱壳啥的，来一个什么弹度层伤啥的，你想要搞这个，对吧？用金钱去买很多人的性命，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是吧？诸葛亮曾经就是这个郝昭跟王双这两个人太厉害了，诸葛亮没办法，他就是用金钱使了一招反间计，除掉了这两个人，对吧？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很多人说那个刘邦当年怎么成的？刘邦当年其实也没咋成，人家是靠着韩信啊，这韩信是真的是帮了刘邦，这实在是太多名了啊，实在。所以说你看异姓给他封王，对吧？他说我要假王，对吧？假王不是说真假的假，就是代理的王，对吧？但是刘邦说你他妈居然跟就别代理了啊，那个就给你封你齐王得了，还带什么带嘛？真是的啊，忍了，刘邦忍了。后来韩信也死了，你们懂的啊。那这就是你说他们打出来那个形式不一样，那时候那个项羽就跟懒闲子似的啊。就项羽属于什么呢？就好比啊，项羽他的技术就相当于现在你玩拳皇里的吴志辉一样。可是呢，这个项羽呢啊，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武功无敌，但是呢这个，哎呀，这就是很多决策啊就有问题，然后再加上你看他打仗从来没输，很多人武功是那个单挑那个武功嘛啊，在楚汉这种传说里那也是无敌的啊，那也是无敌的。但是呢，咱就说带兵打仗他也是无敌的，可是呢这哥们他不会养兵，不会，而且情商啊就跟我蓝似的啊，非常的低，你知道吗啊？韩信太脆了，你也扯了钢蛋啊，你也给我衣服扯坏了。好了，然后这个刘备的话呢，跟你们讲，刘备当时是啥呢？很多人说，哎，也有对吧？刘备也是汉中王。你看这个刘备啊，他也是走这个刘邦的路。你看他也是在西川对吧，成这个后备之势。然后汉中，他还有荆州对吧？有荆州对吧？有一大半全在他手上对吧？你看这个刘备啊，是不是很厉害？可是呢，刘备啊。这个一直呢，刘备是啥呢？他一生都非常的坎坷，知道吧？他渴望真正就是能够当点皇帝啊，能够享受一下。而且呢，他到后期，他自从有了荆州的势力啊，有了这个什么诸葛亮啊、马良啊这种势力啊，就是包括他自己的小舅子什么，对吧？糜氏啊，是吧？不是糜氏，我看啊是这小舅子啊等等啊，有很多人支持他啊，什么简雍啊这些人啊，各管各摊儿，这些人啊就非常厉害，就帮他打下了天下。但是呢，问题又来了，他这个你会发现他起事啊，他根本就不是说他是属于就是。他觉得有人跟他混，他就觉得能行。那没有人跟他混呢，就是可能被逼着跟他混的，他还不能不重用。他这一下就三方势力了，一方呢是他自己的亲戚，另一方呢是，对吧？就比如说刘关张加上亲戚啊，另一方呢就是荆州的，还有一方就是西川的。他拿下来之后呢，他把自己的最亲信的人放在哪儿呢？放在荆州啊，放在荆州，而且呢，百战百胜。啊，你也知道啊，就没败（括弧啊），最后一仗败了，就是从来就没败过，然后最后一仗败了，对吧？然后呢，他把自己后周详的魏延放在汉中啊当太守，而他自己呢坐镇西川，然后整理这个政事。然后你会发现呢，他自认为汉中王嘛，然后呢他假说这个汉献帝已经死了，其实汉献帝跟诸葛亮，对吧？跟诸葛亮那个差不多啊。好多人说诸葛亮是汉献帝，真有意思啊！好了，看看，其实我跟你们讲啊，来看看，这是吕布啊，跟这个左慈没有任何关系啊。如果按照我说啊，这个你们看历史，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学历史吗？学这些什么？这些故事啊，听这些故事，很多人说觉得好听，
其实我也是觉得好玩，我最开始是感兴趣是因为好玩，然后呢也看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小狼你说的不对，这都是不是历史，对吧？你说的都是小说或者是民间传说，真正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反正呢也确实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怎么样呢？你就翻开中国历史这本书，你翻开这个，对吧？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啊这些阶段，你会发现啊，三国时期啊其实很短啊，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长啊，对吧？你从这个魏朝，对吧？你从这个魏他篡了汉之后，到晋朝建立啊，这是正史所接受的，他没有多少年。对呀，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年呢啊，对吧？晋朝建立呢，也是你看啊，魏朝他经历了几代，对吧？曹丕，然后曹睿、曹髦、曹奂、曹芳，是吧？然后就是司马炎，对吧？就你看，坚持不了，而且这都是有短命的，而当皇帝当不了几年的啊，对吧？你像这个曹丕呀，还有曹睿啊，这两个人都很厉害吧？啊，人家死的早啊，是很厉害啊。那他妈的那个时候他没有医保，可能是啊，他可能是没有医保，反正是就是我估计神州大地上他应该是有最好的医疗设备吧，但是也治不活他。最可耻的他老爹狗懒子啊，给华佗都整死了，你这没法说了，是不是啊？太嘚了啊！很多人说诸葛亮带兵没有刘备厉害，不要这么说吧啊！看演义里面，当然那谁用兵，绝大多数人是比不上诸葛亮，这个不用多说了吧？但是很多人如果说你要说啊，历史上怎么描写的？首先呢，诸葛亮属于什么呢？他属于一个国家的，就后期啊，诸葛亮他属于一个国家的首脑，就相当于现在，比如说现在假设啊，君主立宪了。啊，刘禅是，比如说刘禅是，对吧？是后汉帝王，就像现在日本天皇似的啊，对吧？然后呢，但是呢，他有个首相啊，对吧？后汉首相，这个首相谁呢？诸葛亮啊。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大家伙呢，表面上一起开会，那事实上就是诸葛亮做主。诸葛亮就是，哎呀，就是什么事儿啊？啊，那个隔壁那个老王家他家媳妇儿那个。他媳妇儿那个生孩子了，然后那个好像那个孩子有点黑，可能不是老王家的。老王说那个你看那个对吧？那个你帮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亲生孩子，对吧？诸葛亮就管这事儿，就是这种感觉，就啥事儿都管啊，啥事儿都管。这皇帝就只能说，哎呀，那算了吧啊。而说带兵这个事儿吧，你们不要看这个，你不要老觉得就是，你们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人也会学习。比如说小狼，我说小狼，哎呀，最开始就有好多人说小狼解说不好，啥也不懂，搁那瞎说。这句话没毛病啊，但是可能往后了我就懂了呢。也许啊，你听了第一次，你觉得哎，小狼这个地方我都懂，他说错了。那可能对吧？可能1个月之后我就懂了，那1年之后呢？5年之后呢？对吧？我可能懂得比你要多了，对吧？很多人诸葛亮打仗不如刘备。那诸葛亮后期人也学，人也点整，对吧？人后期人也有点东西的，对吧？哈。但是呢，在真实历史当中呢，你要把诸葛亮当成一个国家的元首，对吧？我到河北省来，啊，萨林扎扎这种感觉，你这个东西，他作为一个元首，他必须得自己亲自打仗，对吧？他号称他就跟宋江似的啊，对吧？跟刘禅说啊，哥哥乃是山寨之主，哪能轻动啊？打这个什么祝家庄，打什么，交给我吧，啊，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情况啊，知道吧？那刘备的话呢，其实刘备他其实是没有并吞天下的这个决心，因为他知道啊，其实刘备呢，他是最开始啊。刘备很多人说刘备的学武是跟谁学的呢？按照反《三国演义》的讲法呢，他学的这个雌雄双股剑呢啊，这个根据小说里描写啊，他是什么呢？
他是跟这个王悦啊学了几手啊，就是自觉得自己很牛。事实上，刘备确实有两把刷子。刘备的武力值啊，你们玩那个《三国群英传》，你也能看出刘备是有点东西的。但是呢，也只能说是有点东西，没有那么厉害啊。大家伙儿不要把他当成锤子，但是对吧？不要把他当成，哎呀，刘备就是一方君主，他跟曹操一样的，有什么好能打的？那曹操最开始人家也能刺杀董卓呢，对吧？这俩人都不面，但是呢，也确实不厉害啊，就不像你们说什么那种1线武将啊、2线底那种感觉，是吧？但是你这刘备他学政治、学军事这些东西，你知道他跟谁学的？对吧？他是跟那个卢植学的啊。这刘备是有点东西的，他熟读历史，他知道什么，对吧？这个，比如说像春秋战国时期啊，秦汉啊，什么包括这个。对吧？这个西汉的一些事迹，他都知道怎么回事。他知道作为一个统治者，自己应该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已经是没有能力能统一了，对吧？他只能临死之前作一把啊。人老了容易犯错误啊，你谁老了都容易犯错误，真是。很多人说小兰你这瞧不起老人，我实话说不是瞧不起，是真的啊，对吧？这是真事儿啊。好了，可以看到，先不扯这个事儿，这个马上到最后一关的 BOSS， 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咱们作为无伤视频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说小兰你这个无伤挑战不就成功了吗？啊，确实是。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人失去悬念了，怎么样？对吧？那就嘚儿了。咱们看看最后的 BOSS， 6分开龙很关键。好了，白吕布，这个吕布曾经啊给我狼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个吕布啊，你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打他，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强。先是一个隐身一，变成神赵爷。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吕布是可以加血的，你们知道吧？啊，嚯，活力麻麻，好，定住，3傀儡。用这个好了，你看这个血量，看这个血量，还能再吹上去，但是还得再来一下子，有头仰角，应该是要余孽。好了，看看，天下无敌，好了，小月哥又一手飞机，好啦，真的是。非常的够意思啊！这个小月哥这个说了，哎，每次都无视我，这次我看见了啊，太感谢了啊！来看看一个扎后前手大鹏展翅，直接就是再见啊！好，作为一个哇，这就死了呀，太残忍了啊！梆梆梆梆梆，哼！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小伙子？啊，你还是太年轻了啊！你们肯定说，哎呀，我狼，你怎么这么解说一个这么短的一个视频呢？哼，太年轻了你们啊！来看看，接下来就是见证齐猴的时刻。你们说了，肯定会想，他有这么多宝，为啥不用呢？啊，这就是为什么不用的感觉，因为他今后还有好几个比这个吕布啊更变态的存在啊，有比这个吕布还要变态的存在的啊。好，来看看，其实啊，有很多人，你们觉得有没有那种人？你们觉得有没有那种人？就是我不管来世，只求今生，对吧？我就享受到了就完了，什么自求子孙多福，对吧？你像秦始皇，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怎么说的啊？那个。我自称祖龙啊，号秦一世。秦一世之后，对吧？往下传就是秦二世、秦三世，然后对吧？牛逼吹出去了，然后拉了。你这个事儿怎么说？对不对？秦二世严格意义上来讲，秦二世就亡了，对吧？因为秦三世是傀儡嘛，对不对？秦二世就亡了。你这个东西，哎呀，所以说怎么说呢？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版本尽地一命有点难啊，兄弟们有点难。好了，征吕界。
这个很多人说为啥不打死啊？咱们打无伤啊，不打死就无所谓了，想打死也可以，时间到了就可以进屋了。如果说你把他秒了，你还进，其实时间不到你也进不了的啊，这点是特别赖的。秦始皇的皇陵到现在都没打开，很多人说是没找着嘛啊，找着了。秦始皇的皇陵找着了，这是就是打不开，也很多人说为什么打不开呢？因为不是说，其实啊，很多人在有一个误解啊，说秦始皇的皇陵为什么打不开？他不是打不开，是不敢打开。很多人说那咋的妖魔鬼怪呀？不是的，他怕把这个打开之后，把这个皇陵都给毁了，实在时间太长了。对吧？有很多人说啊，这里面又有什么水银那有什么防腐技术？你打开之后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在一瞬间啊，没有不到1分钟，很可能就化灰了，对吧？很可能就化灰了。你要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牛逼的这种技术啊，你没有办法打开的，知道吧？对吧？你打开了，你也没有用，对吧？你会破坏现场。所以说，直到你有这种技术的时候，你才能打开，知道吧？好，我们看看这里面这是神夏侯渊啊，这个夏侯渊是非常凶狠的啊，被他刮着就死啊，碰着就伤啊。然后就刚才那个说法啊，就是反正呢刘备呢就是那种，我感觉他就是属于最后他想放纵一下，享受一下啊。而且刘备呢后来也显现出江湖气了，他学会了很多历史，他知道啊，他知道历史这种东西啊，自己是改变不了的，对吧？今后怎么样呢？他无论他怎么样的打底啊，未来都是未知的。他没有办法说，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以后会怎么样。他也知道有很多牛逼人，他就算再牛逼，他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的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亡了，对吧？哎，有的时候就自己作死的，没办法，很难受。好了，可以看到。还是要跳过那个夏侯，然后这边呢是这个跳过不了啊，这个赵云，这应该是赵云，这应该是跳不了的啊。我们看看，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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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哦，原来是诸葛。好，看看变成一只大鹅。曲脖向天歌，白苗浮绿水，我是高洪波。哎，你看这个诸葛亮啊，诸葛亮其实他这个，我操，这个诸葛亮也会练太清丹经的。暴气一个炸，准备好，一个神来，无双，哎，没好，再利用一个杜康脚。白鹤亮翅挑起来，大鹏展翅跳起来，大鹏展翅，这两下很舒服啊！再来，神来，好，直接来死。我们好像他还能再反抗一下。好了，死了。我们看看，空中往下飘这个小纸人，有点赖的啊。最后的赵云，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当皇帝？他就是不能当啊。怎么当？你像那个王莽都牛逼吧？王莽是不是当皇帝了？王莽都已经无敌了，当皇帝最后还是被磕了，对吧？王莽厉不厉害？啥也不是啊。好，我们看看打这个神赵云，不是咱们全程杜康九，我操，全程神来，看看。全程神来啊！这个真是，还有杜康九，我的发！这个赵云你要不这么打，其实好难打的，他会瞬身之术，知道吧？好，直接冰死了，牛逼！吹着可来，最后一个了，看没看见？掌握的非常好，他掌握的非常好，最后一个了。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啊。也是来自于咱们的南岳农民工给大伙儿打了一个43分钟多一点的这么一个通关，来自于诸葛亮的全程无伤通关。不过稍微有一点瑕疵啊，就是有几个 BOSS 啊没有打死啊，知道吧？就是跳过了，但是呢，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这个宝啊，在最后神赵云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死，就是他把宝全留在这里了。最终呢是真正实现了无伤的这么一个通关，牛逼！